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河北。之前呢，我们在山西、陕西全国很多地方看到了一些比较知名的景区，以及呢一些文物古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个废弃了10多年的景区。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来这里参观的话，都会被吓到，因为里面有点恐怖。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景区呢，当年是依托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打造的。这里属于在太行山里面，你看全是比较高的大山。这一块呢是一个村落，还种植了很多菜呀。来到农村最不稀缺的就是这种菜园子，每家每户啊都种了很多菜，白菜，然后到了秋天开始就种萝卜了，都吃不完呢。废弃的景区就在这个山上面。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建立的，在当时可以说是热闹非凡。这一块呢也是人声鼎沸，后面到了2000几年就废弃了。现在呢里面基本上是比较破烂，我在网上看一些视频，他们拍摄的真的是非常恐怖啊，再配点那种音乐。整个这个景区面积达到38万。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景区了，建筑和景点全部是在这一座山上面。这一块应该是以前的售票处吧，很多这种小窗口，都弄得比较传统啊，窗户都竟然是用木头的。看看，这里面真的是很破败呀，一股发霉的味道。还有一些琉璃，好多这种塑像啊，放小孩的不知道是干嘛的。这一块也有。这个地方是叫做赵姑园，它是根据一个历史故事，就是2000多年前赵氏孤儿的故事而打造的一个景区。也就是说，认为赵氏孤儿的事情啊发生在这里。但是我有点疑问，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正常来讲应该是在山西，因为那边有一个常山，也是讲述了赵氏孤儿。那么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呀？反正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就把这一块当作是赵氏孤儿故事的发生地。那么也就是说，当时那个赵家的孤儿啊，在这里长大。那这是一个牌坊，这个牌坊有点意思的就是说，大家仔细看看，它分为3层。正常来讲，这边的牌坊跟这边的牌坊是一样高的，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些帝王级别的建筑，三朱雀，那有高有低，那这里呢就搞不懂了。赵姑园现在就走进去看一下。这个景区尽管说是废弃的，但时不时应该还是有人来参观。我刚才就遇到一对夫妻来这里看了，荒废的比较久啊，两边全是杂草。在附近呢还有居民区，这一块不光是有这个赵氏孤儿的故事，这边还有古墓啊，宋代时期的壁画墓。那这一块呢，以前正常来讲是景区的大门了。在这里有一块碑，孤台不孤，启迪后人，1993年。那这块碑立的比较久啊，这个景区也比较久，93年到现在差不多30年了，但是已经荒废了10几年。上面还有封条，这个就不知道景区为什么会弄一个封条，难道是说不开放了就把它封住了吗？大家看看上面也是一些仿古的建筑啊，也是有斗拱的。这个砖有点像那种明清时期的大院的砖呢，不过是比较新。这边进不去，我们就从旁边绕过去了。在前方有一栋建筑，看看是干嘛的，有点像我们之前在三线工厂看到那种礼堂式的建筑啊。
草太多了，不过去了。这个景区还挺大的，在那边还看到有那个房屋呢，都是琉璃瓦形式的。那等于整个这个斜的山坡上面都有建筑。那这一块还有那种石碾，看一看里面到底现在还剩下什么。哎呦，草太多了，哇！我刚刚吓一跳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雕塑在这里，不知道是狗啊还是狼其他的东西。现在就我一个人了，刚才还有2个人在这里。破败的差不多了，哎，那里边也有塑像，去看看。哇，倒塌的太严重了，走在这里要小心了。我之前在网上看视频，他们前段时间这里的塑像还能看得比较清楚，那现在已经倒塌了，估计是前段时间下了雨吧。它这里的塑像也是有故事的，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背景。赵氏孤儿呢，是元代创作的一个杂剧，是当时春秋时晋国的一个官叫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的诬陷，全家300余口被杀。为斩草除根，屠岸贾呢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赵氏孤儿赵武。赵家的门客程婴与当时老臣公孙楚旧定计，救出了赵武。为救赵武，先后有晋国的公主，还有很多人献出生命。20年后，赵武呢由程婴抚养长大，最终呢报仇雪恨。像这个塑像，很多人来这里拍视频，说一条狗，2个人，他们是在打狗。其实这个塑像在这里的作用可不是啊。你看上面有壁画，穿着黄衣服，那基本上是代表那个国君。下面呢有2个人，这里呢是一个典故，就跟那个指鹿为马一样的。那这个是屠岸贾，那个是赵盾，2个人呢算是政敌关系。屠岸贾呢是一个奸臣，他在家里呀就训练了一只猎犬，我们说的狗。可能在家里呢经常拿那个赵盾的衣服啊或者其他东西画像给这个猎犬看，经常的引导猎犬去攻击。那么有一天上朝呢，屠岸贾就跟那个国君，当时是说的国王以及大臣说，我现在发现了一条猎犬，只要朝中有谁是奸臣，这条猎犬呢就会扑上去撕咬。那当时国君就同意了嘛，于是屠岸贾就把猎犬放了。结果呢，这只猎犬马上就扑到赵盾身上撕咬，国君呢就龙颜大怒，他说：“赵盾，你是奸臣！”立马呢就下令将他全家杀了。其实可以这样说，这个是屠岸贾迎合了国君，因为国君呢对他不满，等于是2个人联手一样。具体对赵盾家里进行屠杀的是屠岸贾。为什么国君会痛恨赵盾呢？几个原因，一个呢是赵盾比较得人心，就是说功高震主一样的，他没有什么弱点。那一个国君呢，肯定就会害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这个国君有点昏庸，经常呢拿老百姓的命不当回事。某一天呢，就拿弹弓啊打老百姓，他是站在一个楼上面嘛，把路上的百姓啊打得痛苦，然后都跑掉了。结果那些百姓碰到这个赵盾，就像鸣冤一样，那赵盾立马呢就跑到国君那里去，说你不能这么干，相当于是责备了一样嘛。那这里呢，赵盾作为国君肯定就不高兴嘛，心生不满，对这个赵盾呢更厌恶、更痛恨。那么其实在这里呢，赵盾也犯了一个错误，你呢说国君不对，那不能有这种方式，不能责骂，要有其他的迂回。那么这里相当于就是展示的这个故事，只不过现在倒塌了，我们看不清楚。等于是在大门这里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赵氏孤儿故事的
起源发源。旁边这个小房间看看有什么。哦，这个是石磨的，就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然后这里还写了浩然正气，孤山景区照孤园，浩然正气冲云天，舍己救孤为社稷，感恩报国一扫间。这个是说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那个陈英啊。当时赵家被一夜灭门，那么陈英呢就把他其中一个小孩救出来了，其实应该是叫做换出来了，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去替换了，这样才使得赵家唯一的血脉保留下来了。这个看过影视剧应该知道了。在这里还有个碑，看看写的是什么。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人世。就是燕赵大地啊，自古呢有很多讲义气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继续上山，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恐怖的氛围应该是在上面。你看，这个石头和砖块经过了10几年，还基本上没有长杂草，这就是说，石头建筑和砖块建筑能够保存的久嘛。你像我们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像石头的建筑、砖结构的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多，而木构建筑呢就比较少。典型的是唐代木构建筑，现在据说是4座嘛，但是像唐代的砖那个塔呀就有很多，这都是根据山体来建造的。这里应该也是一座庙宇，这个应该就是程婴了。他抱着一个小孩，就是赵盾的遗孤，叫赵武。但是看这个程婴的塑像，怎么说呢？感觉很悲伤啊，没有精神气。因为赵家算是被灭门，只留下这个赵武。另外呢，他们为了救这个赵武，程婴的儿子被杀害，程婴的同事也自杀了，都是为了保护这个赵武，所以他们付出了很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程婴也是应该非常伤心的，只不过是为了保护这个小孩，要抚养他长大，他才坚持下来了。程婴的这种义气啊，一般人是达不到的。继续往前走，全是石头啊！太行山里面最不缺的就是石头，真的好安静啊！还好现在是大晴天，有些鸟，还有其他的声音。这是哪里？走过去看看。静轩，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它是依托赵氏孤儿打造的景区，那么可能很多都是为了衬托这个故事而建造的一些房屋庙宇。窑洞是当时他们的办公地点吧？应该是。这里很多那个标识牌，就写的是这个地方有哪些东西：九宫镇、启蒙园、忠义千秋。哦，这个叫长姑庙、盘古洞、幽深莫测。当时程婴呢，就把小孩藏到这个盘古洞里面，洞中洞嘛。看这个路的通道，应该是时不时有人来参观。从这边上去，这里又是一座庙宇啊，殿宇啊，叫做长姑处，就是当时程婴就是把小孩藏在这一块。进来看看，
这里有好多塑像啊，这个塑像额头上还有眼睛，这也不是二郎神呢，这些我都不认识。这里有一个曾因春米用过的石臼，这个2000多年的历史吗？真的假的？这东西应该大家知道是干嘛用的吧？反正农村还能看到。这里呢是弄米的，其实还可以弄其他的，比方说辣椒啊，就是弄碎都可以用这个。哇，吓我一跳！这里也有一只眼睛，还流泪了。这一块是叫做长姑庙，塑像比较多，我不太懂，就给大家这样看一看。在这边有个洞穴，去看看。哦，盘古洞，这里，哇，得拿手电筒出来，要不然不敢走。盘古洞，一走进来，完全不一样啊，好凉快。这个洞穴应该是天然形成的吧？盘古洞，据说当时曾因就是把小孩放到这个里面抚养，可能晚上就是在这里面居住，白天呢在外面读书写字练武。这里还弄了一些图腾，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山海经》里面的故事。继续往前，这里面当时也装修了一下，这完全没有人，我有点紧张啊，不知道这个通道是通向哪里。哎呦，吓我一跳，因为前方有一个塑像在那里。有人吗？有没有人在里面？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洞穴里。你看，哦，这个是盘古的雕像，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没有灯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刚刚进来的。哇，这里好多那种塑像啊！你看那里刻的是一只蜘蛛还是什么？反正有点像《山海经》的，特别是这一块。哇，虫子特别多啊！我们快速的走吧。洞和人的形状，不知道这个通道能不能出去啊？全是这些雕塑。快走，快走！哦，出来了，在里面，我一个人真的是有点紧张啊。那些塑像不知道是干嘛的，我都没仔细看，因为我就马上跑出来了。继续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这边还有一个洞穴，继续把我的手电筒拿出来。啊，这个是轩辕洞，刚才那个是盘古洞。
这个洞不知道是不是通过去的。东方青帝，这个都是以前的一些塑像。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通到前面去。得赶快走出去，这个通道里面瘆得慌啊！反正不要在这里面多待。哦，前面就是通道了。那么这2个洞穴应该也就是连接上下的一个通道。这边还经过修整了，有水泥，有石头。上来了，它这些洞穴应该就是在这个山坡上没有路上来，然后直接在这个黄土里面弄了一个通道上来。就是这2个通道，不知道是以前有的还是后面挖出来的。反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宣言洞，肯定是经过修缮的。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建筑，不好找哎，因为有些地方草太茂密了，不敢走。这里又有个牌坊，蚊子特别多。到了这一块，感觉差不多就结束了一样。都损坏了。这山上蚊子特别多，全部都是蚊子。当时建造这个景区应该也发奋了一点，因为全部是用那个石块和砖搞好的。这里有条道路，应该上面还有建筑。看看这个草，太密了。哦，看到一些建筑了，也是破败的。这是一个屋顶的倒塌了，单独建了一个通道，就跟城门楼一样的。在这个栏杆上面有很多壁画，这应该讲述着赵家的故事。自己登车上朝，就说的是赵盾嘛，这个人全部都是就讲是赵氏孤儿的故事。整个这个栏杆上面全部都是如此啊。差不多走了半个多小时，现在来到了一个平台，这一块呢也是景区最后一部分建筑。再看看周边的环境，你看大山都是连绵不断的，800里太行嘛，下面是一个村落，大山里面的村落啊。太行山都是这样的，再过去一点呢就是山西了，山西太行。最后这栋建筑呢是一个祠，叫做承荫祠，就是为了纪念程婴的嘛。赵氏孤儿的主要讲述的就是程婴把那个赵盾的儿子赵武救出来，是用自己的儿子替换，然后后面把他抚养成人，最终呢他的儿子呢出人头地，报仇雪恨，浩然正气。这应该就是程婴了。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反正他的这种忠义啊，在历史上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在墙壁上面还刻画了一些这个故事。程婴把赵武救出来之后，就开始抚养了，喂奶、喂羊奶，从小开始培养。这是程婴在教赵武读书习武。这一块呢是赵武长大成人，那个跟父老乡亲拜别。刚才进来的时候，这个我是被吓一跳的，因为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个声音出来，应该是风吹到什么，然后就看到这个，就比较紧张，因为可能是先入为主嘛。赵氏孤儿其实主要是讲述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歌颂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气势悲壮，感人肺腑。
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哈利波特。它是从史记到元杂剧到话剧，再到我们说的《赵氏孤儿》这篇小说。那这个景区到这里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说真的，只适合是大白天来，下午尽量不要来，晚上就更不用说了。天黑之前一定要离开。确实，走在这个里面呢，会让人害怕，让人紧张。现在往回走了。这一块是我们刚刚上来的，有洞穴的，我们就不从那个洞穴走了，因为那个洞穴更瘆人、更恐怖。我们从这里下去，这应该也是一条盘山路。刚才那个轩辕洞和盘古洞把我吓得够呛。还有一点，为什么说要上午来，尽量不要下午来了？因为这个墙外面呢有很多坟。刚才我是从这里上去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通道，我没仔细看，然后我在上面一直找那个壁画木物没找到，最后才发现是在这里。以前他们是可以进去参观的，但是现在封住了，就看不到了，挺可惜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封掉的，应该也是属于文物吧，让大家进去看不太好，那么我们就不进去了。又回到这个路口了，那整个这个赵孤园我们就探索到这里。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恐怖啊？反正我觉得是，我在里面都被吓到好几次，特别是走那个暗道、地道、盘古洞以及轩辕洞的时候，我很紧张啊。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